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31日上午的8点3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到这个位置，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期了。本轮行情呢，它做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啊，走了一波周线级别的上涨，然后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位置啊是非常容易出现反弹的，原因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理论，在这里面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是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发现了啊，这轮行情的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2个黑天鹅。第一个黑天鹅呢是美国公布的非农数据，第二个黑天鹅呢是公布了 CPI 数据。2个黑天鹅之后呢，出现了左高右低的一个双底结构，双底结构出现之后，行情继续了它的一个运行的逻辑上的规律啊，就是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啊，到达31000点到32000点之后，我们看到啊，它站上了169日均线，然后多出了一根大阳线。这根阳线的出现呢，我们认为是谎骗性的阳线啊，因为行情道指呢在这里面，我认为它是一个下跌的过程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下跌的通道，那走到这里多出来的这个阳线呢，我认为是谎骗性的阳线，行情最终呢在未来可能会重新走出一个下跌的结构啊，因为整个行情的趋势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比特币跟随啊这一轮反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同时呢，我们看到啊，今天 A 股市场啊也出现了一个接近前低的一个画面啊，所以呢，本周A 股容易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那 A 股的反弹和美股在情绪上的利好啊，会带动比特币在本周出现继续的反弹，所以呢，比特币在趋势上还是看反弹的，但未来呢，比特币一定会跟随美股出现一个继续的下跌，因为美股趋势上已经走坏它是一个下跌趋势，反弹不构成反转目前规律上的东西还在这里面，最终呢，美股我认为会有一个急跌同步这个急跌呢，会同步2020年2月份的这轮行情发生什么呢？发生一段平行式的下跌。那有了这样的逻辑呢，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比特币目前是处在一个反弹趋势当中，我们之前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呢是21500到22000美金这个目标位还不变的原因呢，是因为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从3万点到17605的下跌过程当中，行情出现了3次波谷，这3次波谷呢，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波谷呢走势都非常明显出现了一个好的反弹，第一轮反弹呢是43%的反弹，第二轮反弹是23%的反弹。那本轮行情目前已经反弹了16%左右。那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它的时间级别仅仅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我们看到了美股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我们观察到比特币是弱势于美股一个时间级别的。但是目前来看美股的反弹正如火如荼虽然它有一个下跌的预期，但是毕竟它正在反弹过程当中，所以呢，比特币我认为会打到21000到22000附近。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今天是10月31号，也就是比特币月的最后一天。每年的10月呢都是比特币月，比特币月呢往往都会有一个好的反弹，但是呢，本轮行情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的反弹力度并不十分大我们看到牛市行情当中比特币的涨幅在10月份的涨幅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在前面行情当中10月份的涨幅我们看到这个涨幅是非常巨大，涨出一个新高当然了，新高是出现在11月这个最高点呢是出现在11月12日、11月11日左右那这一轮行情当中，我们耐心等待这个高点出现之后行情还会急转直下，最终呢会出现什么呢？会走出第4次的波谷会走出第4次的波谷。同时我们发现这轮行情主要的热点是集中在道指这种代币上道指、史币、马斯克、Mina
这些推特板块、马斯克板块出现了非常好的上涨带动了整个比特币整个这个数字货币市场的上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涨速也非常不错板块轮动现象正在发生。我们昨天提到的 BNB 也就是平台币也涨势非常好我们知道板块是轮动的，怎么样轮动呢？首先是从比特币出现一个突破之后，然后有热点板块之后会有这个平台币板块轮动效应，资金不断的在这个几个板块当中轮动最终呢造出一波熊市当中的反弹行情但是反弹我们知道仅仅是反弹，它不构成反转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空头对于比特币来说，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作为空头要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不断的布局自己的空单为什么呢？因为行情我们要把握这样的几点。第一点呢，行情呢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大周期的一个下跌的趋势。第二点呢，我们找到行情当中可以布局的位置，那从21000点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布局空单了，因为上方存在多重的压力位第一重压力位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144日均线前天顶到这个均线附近。那么上方的压力位呢是结构性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压力位。那么第三重压力位呢是169日均线这个压力位。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面面临三重大山2个均线的压制和一个这个结构线的压制因此我们在做比特币的这个行情上还是以做空为主，并且呢在底部如果形成4次波谷，也就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形成4次波谷之后，一定会打下来这是江恩的4次波谷定律。打到等位置的4次波谷之后，行情会有一个低点，这个低点呢，我们判断是在10500美金附近我们看到之前行情当中，特别是在牛市的行情当中，它形成4次波谷之后这是最近的4次波谷，大型波谷之后，行情就从3万美金打到17605。那么接下来的结构呢，我认为这个黄色的收敛结构走完之后我们会看到4次波谷，然后行情目标位10500美金附近这是对比特币的一个观点。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它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突破了几重大山，这几重大山呢分别是箱体结构、上边线然后是这个波峰连线波峰连线位于1400美金，然后突破了144日均线，突破了169日均线，但是呢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目前来看，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到它走出了第一根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走出了8节阴线走出了沙僧阴线。沙僧阴线走完之后，一个反弹把沙僧阴线打死。这个反弹打死沙僧阴线之后，但是它的势力范围呢依然在8节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我们对空头方向有这样的预期，就是悟空阴线、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后呢沙僧阴线会复活，最终走这个唐僧阴线，目标位是在1100美金这是一个周线级别下跌有的一个目标位。同时呢，如果1100美金跌破之后它接着来的下跌呢会平行于这个弧形的顶部结构弧形结构它是一个下跌趋势了走到这里之后如果跌破1100美金之后它的一个目标位是260美金我们一直给出来这个目标位是260美金。那么从前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布局以太坊的空单了为什么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呢？我认为它的这个反弹呢，虽然突破了169日均线，但是很容易出现一个毛刺现象特别是我们重点关注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呢，我们看到上方已经到达了非常接近我们给出的一个压力位 0.08 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是怎么来的呢？是从21年5月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延长线的这个位置上经过交点延长线的这个位置上，在这里面 0.08 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重重的情况下以太坊在后面的行情当中一定会弱势于比特币。那我们看到以太坊之前的反弹过程当中，它是强势于比特币的，但是走到压力之后，它会弱势于比特币，而比特币在未来的回调过程当中
以太坊的下跌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啊，所以呢，以太坊是一个好的做空标的。为什么呢？它相当于加了一定的杠杆，这个杠杆呢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的啊，所以呢，我们正在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对于现货来说，我们重点还是关注道指系列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推特系列。为什么还要关注它呢？它涨了这么多了啊，我们看一下，它从底部啊最低点到上方已经涨了173%啊，虽然涨幅非常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资金方面的热点。在热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它走出了啊第一根阳线啊，就是突破之后的阳线啊，它是悟空阳线。然后8节阳线组杀升阳线，目前走到的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级别的杀升阳线，那么我们上方就有一个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当然了，杀升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它在这个位置上走出了3根震荡的 K 线。首先冲出一个高点之后，然后一个类似十字星的 K 线，然后今天又走出了一个阳线啊。那么今天没有收盘，当前是一个阳线啊。那么当前它处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震荡过程当中，我们要分析它次一个时间级别的一个结构啊。首先，我们打开小日线级别，发现了啊，做出什么结构呢？做出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啊。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我昨天画出来的。为什么昨天画就能画出来呢？因为根据它的这个波峰连线，我们就可以仿照它啊画出一个波谷连线。当然，昨天这个点没有走出来啊，我在早盘的时候画出来的啊，根据它的斜率画出来的。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焦点，我们知道焦点位附近呢是容易发生反弹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在这个结构当中，它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啊。那它有没有发生变种的可能呢？就是在这个结构当中啊，也可能在近焦点位置上发生跌破。然后绕行回来，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很容易出现这种结构，就是收敛结构接近焦点跌破之后，然后绕行反弹上来，也有可能这样走出来，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虽然高位了一点的位置上啊，但是它已经走出了一个小日线反弹的这个时间点，可以在这个底边线位置去埋伏一个仓位，第一仓位埋伏在这里，第二仓位要在下跌之后埋伏。然后我们看到小日线它是有一个这个均线系统的支撑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均线系统呢当做一个止损位，如果跌到这个位置上啊，要立即止损出逃啊，无论是现货也好，还是合约也好啊，都是要在保住你大部分本金的情况下，对行情有一定的预期啊。目前道指币还是一个强势币种，未来有可能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标位大概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啊，它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呢是在这个位置上，大概是在0.177附近啊，还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在成交量极度放量之后啊。有人说了，你不说收缩上涨是那个缩量上涨是看涨啊，放量上涨是看跌嘛。但是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逐步缓步放量的过程啊，量价齐升啊，量价齐升，这是一个好的表现啊，这是一个有预期啊，有上涨预期的表现啊，有上涨预期的一个表现。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重点关注像史币马斯克啊，这个是未来推特上的一个公链，然后还有这个 Mina 啊，也就是一个轻量化钱包啊，这都可以关注。重点可以关注一下 Mina 啊，因为这个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回踩了144均线，可以设置一个止损的情况下啊，它会在回踩之后有可能继续出现反弹。毕竟它在这轮反弹啊，这轮上涨过程当中，在这个推特系的推特板块呢，它是涨幅最小的啊，涨幅最小的，并且呢回调的程度还是比较多的啊，涨了56%，但是它的涨幅呢依然相对于马斯克，相对于这个史币，相对于道指啊还是少的，所以可以做一个重点关注啊，涨幅小，毕竟呢上方就有机会有空间。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